你还记得洗手液战神和岳父一家的温馨生活吗？那种岳父对女婿的好，就连奎爷看了都不禁动容。见女婿吃大肠塞牙，岳父还亲自为他剔牙；看到女婿心情不好，还让他在自己车库里面狂飙。但岳父一家却在一夜之间惨死洗手液战神之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今的局面？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生化系列最恐怖的一座生化危机期。故事的主角名叫伊森，他的妻子米娅本是一名保姆，但却因为出差而失踪了3年。期间，伊森还收到了妻子发来的视频，告诉他千万不要来找自己。但在之后，伊森却再次收到了妻子的来信，信中的内容是让伊森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杜尔维的贝克农场找他。面对前后态度截然不同的2则信息，伊森还是没有放弃希望，决定前往那里一探究竟。当他到达目的地以后，便顺着阴森的森林一路前进。这里的环境弥漫着一种诡异且令人不安的氛围，强忍心中的恐惧，伊森进入了一间漆黑的小屋之中。小屋内的景象更是让人不寒而栗。这里肮脏恶心的环境简直就是家政和保姆的噩梦。很快他在房间里发现了一盘录像，通过录像伊森发现了可怕的一幕。原来不久前大名鼎鼎的走出科学栏目组竟然来过这里。通过他们的口中得知，温馨且幸福的贝克一家在3年前莫名失踪。一家4口除了儿子卢卡斯是个内心扭曲的人以外，都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一家人失踪以后，这里就陆续发现有人失踪，这才引得栏目组前来采访。但没过多久，他们便发现小队成员失踪了。心中不安的感觉让剩下的2人打起了退堂鼓。当他们找到失踪人员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走出科学栏目组成功的走出了科学。看完这段录像后，伊森没有退却，依旧向着小屋内深入，甚至还发现了栏目组成员的尸体，还有许多失踪人员的寻人启事。伊森很快便在一个小房间里找到了妻子米娅，但精神恍惚的米娅在看见伊森后显得非常意外，声称自己并没有让伊森来找他，还恐惧的说道：“父亲来了，得赶紧离开这里。”伊森更是意外，老丈人也被抓过来了。显然现在还不是探讨这些的时候，可在逃离的路上，他们却发现是一条死路。米娅甚至一反常态的说出了：“既然你来了，马上我们就是一家人。”这种话。无奈之下，伊森只能四处寻找出口，但一眨眼的功夫，妻子却不见了踪影。伊森只能深入房屋寻找妻子。让人心安的是，在卫生间里，伊森发现了2瓶洗手液。然而紧接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米娅从漆黑的楼道爬了上来，面部变得异常的扭曲和苍老，甚至用手中的匕首一秒捅了伊森28刀，似乎是暂时恢复了理智。米娅为了抵抗某种控制自己心灵的东西，将头狠狠地撞向了墙壁。趁这个机会，伊森赶紧洗了一下手。出人意料的是，米娅又再一次站了起来，并重新拿起了匕首。为了阻止妻子的疯狂举动，伊森只能捡起旁边掉落的斧头，狠狠的一斧砍在了妻子的肩上，这才让米娅安静了下来。可以知道伊森家暴实锤了。随后认为自己误杀了妻子的伊森接起了一旁打来的电话，一个叫佐伊的人告诉他阁楼上应该有可以逃出去的路，没有更好的办法，伊森只能照做。可就在前往阁楼的路上，米娅竟然毫发无伤的窜了出来，在将伊森的手钉在墙上以后，他从一旁拿出了电锯，并直接硬生生锯下了伊森的左手。伊森完全没料到老婆竟然跟他玩真的，于是他只能赶紧向着阁楼跑去，在这里捡到了一把手枪，凭借火力优势，伊森很快便将米娅打倒在地。还没缓口气，米娅口中的父亲出现了，一拳便将伊森打晕了过去。当伊森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锯掉的左手竟然被订书机重新接好，而他此时已经坐在了岳父一家的餐桌上，桌上摆满了岳母准备的9转大肠。一旁的小舅子卢卡斯还在不停地和自己互动。岳父见伊森提不起兴致，于是当场剁下了小舅子的手来为女婿助兴，甚至亲自将保留了一部分原始风味的大肠喂到了女婿的嘴里。就在岳父准备为女婿剔牙的时候，屋外巡逻的警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伊森实在受不了岳父一家的热情，于是趁这个机会挣脱了束缚。见餐桌上的老太太没有任何反应，松了一口气的伊森赶紧开始寻找出路，可终究还是没躲过岳父的法眼。岳父直接一铲剁掉了伊森的右脚，似乎是还没玩够，岳父让他自己爬过来拿药。在将岳父脚下的洗手液拿起来以后，伊森重新将自己的脚接了回去，并暂时躲过了岳父的追击。随后让伊森狂喜的是，他找到了前来巡逻的警察，并与警察约定在车库碰面。可在碰面以后，伊森的慌乱行为吸引了这名警察的全部注意力，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岳父，使得岳父直接用磨了3天的铲子铲走了他半个脑袋。见到这可怕的一幕，伊森赶紧坐上了车库内的汽车，没想到岳父竟然爬上了车顶，还亲自为伊森表演了一场车库狂飙。在他们撞上钢筋以后，伊森毫发无伤，岳父却被钢筋顶麻了。可就算是这样的撞击和汽车爆炸，还是没有让岳父倒下，似乎是玩嗨了。岳父拿着伊森手里的枪，直接爆了自己的头为女婿助兴。随后之前帮助过伊森的佐伊再次与他取得了联系，而这个佐伊正是岳父的女儿，也只有她是这里唯一一个正常的人。在佐伊的帮助下，伊森开始寻找打开正门的3个狗头雕像。期间他发现了妻子之前留下的录像带，录像中米娅同样遭遇了岳母的热情款待，只是米娅最终没能逃脱。当伊森终于找到最后一个狗头雕像的时候，岳父却再一次拦住了他的去路。饶是内心害怕的伊森此时也有了脾气，他拿起旁边的电锯，跟岳父来了一场正面的对决。最终岳父被伊森成功的锯掉了半截身子，他也终于来到了小屋外的拖车里，并确认了一下这里正是佐伊的居所。随后佐伊打来电话，告诉了伊森逃离这里的办法，因为岳父一家和米娅都被感染了某种能够控制精神的霉菌，只要
还在感染初期，便能通过血清治愈。而血清似乎被岳母藏在了老房子的某个地方。为了能够救出妻子逃离这里，伊森一路向着老房子赶去。这里正是之前录像中米娅被岳母抓到的地方。果然，刚进入老房子内部，伊森便遇见了妻子米娅。可小舅子卢卡斯却突然出现，将米娅再次掳走。而岳母也在此时拦住了伊森的去路，还释放了大量的昆虫恶心伊森。这样的话，伊森就不会惯着了。他很快便找到了制作喷火器的材料。有了喷火器，岳母便不再构成威胁。伊森利用强大的火力压制，成功的火化了热情的岳母。没有了阻碍，伊森在老房子的深处找到了 D 系列手臂。而想要制作血清，就必须用到 D 系列的头颅和手臂。当伊森赶回拖车与佐伊碰面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佐伊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小舅子卢卡斯打来的电话。他告诉伊森，米娅和佐伊都已经被他抓到，并且制作血清的 D 系列头颅也在他的手里。为了救出妻子，伊森只能参加卢卡斯为他准备的小游戏。他先是前往地下的解剖室，强忍恶心，将手伸进了之前那个警察的身体里，拿出了藏在其中的钥匙。通过钥匙进入了小舅子卢卡斯为他举办的派对中。可笑的是，在玩这场游戏之前，伊森早就通过录像知道了这场游戏的密码。如果没有能够提前知道密码的话，就会被丧心病狂的小舅子活活烧死。最终，伊森成功的破解了谜题，但小舅子卢卡斯却并没有等来伊森被烧死的一幕。气急败坏下，他向房间中丢出了一枚定时炸弹，自认为聪明，其实也没傻，但把洗手液战神当傻子，那就是格局太小了。伊森捡起掉落的定时炸弹，原封原样的给小舅子塞了回去。随着一声爆炸，伊森终于来到了监控室，卢卡斯也已经先一步逃走。在这里，他拿到了 D 系列的头颅，并成功的解救了米娅和佐伊。时间紧迫，佐伊接过制作血清的必需品，以超乎常人所能理解的速度制作出了2支血清，还顺手做了造型精美的针管。可就在伊森接过血清的瞬间，岳父竟然再次杀了出来，并且进化成了一只黑色的巨大怪物。经过了一晚上的战斗，伊森早已不再惧怕任何事物，他端着手里的喷子，不断攻击岳父暴露出的眼睛。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伊森也只能被岳父死死地攥在手里。这时佐伊提示他将血清注射进岳父的体内，来不及多想，伊森只能照做。果然，在被注射了血清后，伴随着岳父解脱般的呻吟，怪物的身体变得彻底僵化。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如今血清只剩下了1份，伊森不得不选择救妻子还是救帮助过自己的佐伊。伊森可并没有忘记自己是来做什么的。趁佐伊还没反应过来，伊森直接将血清注射进了米娅的身体中。事已至此，佐伊彻底绝望了，他只能接受注定要留在这里的事实。可伊森也不会放弃佐伊，他安慰佐伊说下次一定找人来帮你。随后夫妻2人便坐上小艇向着农场外驶去。之所以米娅在注射了血清后会被治愈，是因为她的霉菌感染程度相比于岳父的情况要好上不少，所以一个会像中毒，一个会被治愈。但经过了3年的折磨，米娅似乎暂时忘记了所有事情的真相，本打算回去休养一下再告诉伊森前因后果，但似乎2人并没有那么容易离开这里。就在他们乘坐小艇离开农场的路上，发现了一艘名叫安娜贝尔的废弃游轮。这时一团黑色物质出现，瞬间将小艇掀翻，2人因此陷入昏迷。随后米娅先一步醒来，并发现了前方还在昏迷的伊森，但黑色物质再次将伊森包裹，将他缓缓地拖进了游轮之中。米娅只能强忍心中的恐惧，向着游轮的内部前进。随着米娅逐步的深入，一个小女孩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在小女孩的引导下，米娅失去的记忆也彻底恢复，所有的真相浮出了水面。一切灾祸的起源正是眼前这个叫伊芙琳的小女孩，她是由2个神秘组织联盟和 HCF 联合开发，代号为1001的生物兵器，专门适用于战争。它具有感染和控制他人精神的能力。为了方便让这个生物兵器混入敌军阵营，1001被设计成了10岁人类少女的模样，也就是眼前的伊芙琳。米娅的真实身份也并不是保姆，而是组织中的一名特工。为了保护伊芙琳免受敌对公司的威胁，组织安排了艾伦和米娅护送伊芙琳转移。可就在这艘名叫安娜贝尔的游轮上，伊芙琳失控了，她杀死了船上除米娅以外，包括另一名特工艾伦在内的所有人。由于伊芙琳小女孩的心智，导致她对家庭的概念十分执着，所以她将米娅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才让米娅躲过一劫，并对伊森发出了让他不要找自己的信息。最终，安娜贝尔号搁浅在了岳父一家的附近。随后，心地善良的岳父救出了伊芙琳和米娅，并将他们带回了自己的家中。但伊芙琳似乎想要的是一个大家庭，这才导致了善良的岳父一家被他感染并控制，从此彻底丧失了人性。就连在附近的人也被感染后的岳父一家带回家中，使得贝克农场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鬼宅。米娅诱使伊森来到贝克农场，也是在伊芙琳的控制下无意识的举动，其目的正是为了让米娅和伊森同意成为他的父母。岳父一家也只有仅剩的佐伊没有住在房子里，选择了独自住在拖车中，才没有被伊芙琳完全控制。回忆起了所有真相的米娅当即愤怒地告诉伊芙琳，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她的家人。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控制的米娅抓紧时间前去找到了昏迷不醒的伊森。在伊森昏迷的期间，岳父还托梦找他，告诉了伊森他们一家都是良民，只是在伊芙琳的控制下才变成了这样。就算是被害得家破人亡，善良的岳父也还是觉得这个女孩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家而已。他希望伊森能够阻止伊芙琳，让他们一家得以解脱。这时米娅也将伊森从黑色物质中解救了出来，没有过多解释，米娅将伊森迅速地推出了船舱外，让他赶紧去找伊芙琳。伊森也意识到是时候和这个生物兵器做个了断了。在前进的道路上，伊森通过米娅给自己的东西制作出了能够杀死伊芙琳的1坏死毒素。有了这件大杀器，伊森一路穿过矿洞，重新回
回到了岳父的家中。此时的伊森早已感染了霉菌，脑海中不断闪过之前发生的幻象，但伊森的内心依旧不为所动。终于，他看到了前方的伊芙琳，凭着心里被吓了一晚上的怨气，来到了伊芙琳的面前，一把抓过她的头，将坏死毒素狠狠地注射进了她的体内。而伊芙琳也从一个小女孩的模样变成了之前伊森见过的老太太。原来伊芙琳脱离控制后，因为没有持续的药物治疗，导致她的身体以25倍的速度衰老。他们所见到的伊芙琳小女孩的形象，也只是他们感染霉菌后的幻象而已。由于坏死毒素的原因，伊芙琳再次产生变化，以惊人的速度变成了一只丑陋且巨大的怪物，眼见力量悬殊。这时，天空中一架武装直升机向伊森空投了一把艾尔伯特01手枪。凭借这把手枪，伊森让伊芙琳彻底化为了碎片。危机解除，直升机上下来了几名士兵，带头的士兵正是那个天煞孤星克里斯。在克里斯的帮助下，伊森和米娅成功的活了下来，他们也终于可以回家过正常的生活了。夫妻二人的使命已经完成，但克里斯还需要在这里继续执行他的任务，因为岳父一家还有一个漏网之鱼，那就是小舅子卢卡斯。这也正是克里斯留在这里的目的。克里斯所在的 BSAA 正和蓝色保护伞公司合作进行这次任务。蓝伞公司是由曾经的保护伞工作人员所组成，主要是为了弥补原保护伞公司犯下的罪行，相当于专门负责擦屁股。就在克里斯抓捕小舅子的过程中，却没料到喜欢制造陷阱和折磨人的卢卡斯不断在克里斯面前杀害他的队友，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克里斯。就在克里斯对其穷追不舍的途中，卢卡斯的真实身份也浮出了水面，他实际上是生化组织联盟的首席研究员。从表面看来，这个本就内心扭曲的人早已被伊芙琳控制，但其实不然。在联盟的帮助下，卢卡斯早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伊芙琳的控制，并负责在期间观察伊芙琳的表现，再将这些信息报给组织。在克里斯的追击下，卢卡斯只能选择和他鱼死网破，但小舅子这个身板又怎么可能是克里斯的对手？就算变成了一只怪物，他也依旧被克里斯轻松拿捏。最终，克里斯一枪爆了小舅子的头，可一旁的数据也即将传输完毕，唯一的办法就是关闭服务器。对此，克里斯选择了最高效的方法，直接几枪下去终止了服务器的传输。事后，克里斯看了看一家4口的照片，转身离开了这里。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看佐伊的结局。在与伊森分别后，绝望的佐伊身体逐渐变得白化和僵硬。这时，岳父的哥哥乔大爷找到了这里，并看到了先一步赶到这里的2个蓝伞成员。见侄女佐伊变成了这副模样，乔大爷不等士兵解释，上去就是2拳将士兵打晕。当士兵醒来以后，迫于乔大爷的淫威，只能说出了能够治疗佐伊的药物正在附近的一间木屋中。于是乔大爷当即向着木屋赶去，一路上都是覆盖了霉菌的怪物。对此，乔大爷觉得只凭双手就能打爆这些怪物的狗头，相比这些怪物，乔大爷更狠。完事之后还得来跟蜈蚣压惊。很快他找到了药剂，并将药剂注射进了侄女的体内，但情况似乎并没有好转。士兵连忙解释道，是剂量还不够，需要装满1针管的药才能完全康复。但说完这句话以后，士兵就被门口的怪物拖走。于是乔大爷只能再次开始寻找药物，这让他有些失去了耐心。路过的鳄鱼都得挨乔大爷2巴掌。随后他一路杀到了一艘旧船的内部，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制作药剂的机器。见机器发生故障，乔大爷觉得多半是装的，直接几巴掌下去，硬生生给他修好了。可就在乔大爷将药剂带回去的时候，一只更加可怕的怪物在他眼前掳走了佐伊。于是气愤不已的乔大爷奋起直追，并在一间教堂和怪物再次交手。可这一次他竟然发现怪物竟然正是他的哥哥，没想到岳父大人竟然再次活了过来。猝不及防下，乔大爷被岳父一拳打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以后，在蓝伞公司留下的武器中找到了一副拳套，有了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乔大爷这一拳下去你可能会死。随后乔大爷返回了岳父一家的大厅之中，并在这里和岳父展开了战斗。最终靠着拳套的刚猛，乔大爷狠狠的一拳彻底终结了岳父，而佐伊也在注射了药剂后成功的苏醒了过来。这时姗姗来迟的士兵也将他们团团围住，克里斯也在随后赶到。随着事态的平息，佐伊在治疗中逐渐康复，伊森也没有忘记他对佐伊的承诺，这是他请求克里斯来救的佐伊。而生化危机7的故事也暂时告一段落。我是修片狂魔，咱们生化危机村庄再见。